绝缘表千万不能够直接测量电池包的绝缘值，因为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把采集板给它打烧掉。来，你看啊，咱们电池包里边有很多的电芯，电芯上面都有采集线，通过采集线，电芯把电压传递给了采集板，采集板就知道了每个电芯的电压是多少。那么我们如果对它进行直接的绝缘故障检测的话，我们一般选择500伏的档位，直接对它施加一个500伏的电。那么这个500伏的电会顺着这根采集线直接来到这个采集板的内部，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把采集板给它打坏掉。那么电池包前端的主正主负触点也是不能够拿绝缘表直接测量的，因为电池包既然有绝缘故障，有很大的概率就是里边进水导致，或者是里边的一些接触器粘连故障导致。那么我们如果在这2个点直接测量的话，这个电会顺着这根线直接进来，继电器有可能进水或者粘连，直接跳过来，顺着它来到了这个采集线上面。那么顺着采集线又进入了我们采集板里边，也是有很大的概率把采集板打烧掉的。以上的内容不接受任何反驳，因为我打坏的采集板比你修的电池包还多。那么如何来测量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在测量之前把主从板的这些插头全部给它断开，断开之后拿绝缘表再去测量，它就不可能烧掉采集板了。但是现在一些新款的电池包，比如说刀片的、特斯拉的一些电池包，它的采集板是直接焊接在模组上，根本没有插头。那么插头都断不开的这种，我们就不能够拿绝缘表进行检测了。我们用万表也是能够找到这个故障点的。接下来我们用万表的电压档，用电压检测法来检测这个绝缘故障点在哪里。那么需要选择合适的量程，根据电池包的总电压不同，我们选择比电池包的总电压稍微高一点的量程即可。这款电池包呢，总电压是320伏，那么我们选择400伏的这个量程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池包现在没有绝缘故障的时候，高压和低压的一个电压是多少。一端接触它的高压，另一端接触它的一个壳体。我们来看一下电压是多少，稍微等待一下，这个电压正在慢慢降低，有个1点几伏或者是0点几伏，这个电压是正常的，属于一个干扰电压，我们不用管它。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模拟一个故障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线发生破损，或者是电芯发生漏液的时候，直接跟我们壳体接触了啊，这里直接连接到地线了。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从这个点再来测量一下它的电压是多少，一端连接高压的正极哈，另一端连接壳体，这个时候有47.9伏的一个电压了。我们接下来再来测量一下这段，同样哈，一端接壳体，另一端接触电芯的随意一个针脚。17点几伏，哎，我们再往这边走6点几伏，然后再往这边走3点几伏，找到这个故障点的时候，大家来看，变成了0伏。0伏的时候代表找到了故障点，如果再次远离故障点，这个电压还是会变高的。通过这个电压检测法也是能够找到这个故障点的。找到故障点的时候0伏。那么这个电压检测法大家一定要熟练掌握，尤其是修一些新款的电池包或者是特斯拉的电池包的时候，这个方法一定会用得着。那么想学习更多新能源汽车维修知识，可以持续关注我。